唐人街这家不起眼的烧鹅店内，神奇而有趣的一幕正在上演。5个曾经凶神恶煞，在唐人街嚣张无比，让无数华人商贩闻风丧胆的帮派成员，此刻竟都跪在地上，不断地往嘴里塞着黄澄澄、金灿灿的子弹。9毫米的手枪子弹又粗又胖，吞起来比最大号的胶囊还要痛苦得多得多。而且这些人甚至没有一杯水来送服，只能咬着牙往肚子里生烟。最惨的莫过于威尔·约翰逊，因为他的姐姐是燃烧天使老大的姘头之一，而且他天生骨子里就带着狠辣，下手极狠，所以他在燃烧天使中也混上了中层管理人员。燃烧天使的老大便将唐人街这一带交给了他来打理。若是用港岛帮派的术语来说，他就是燃烧天使里的唐人街扛把子。只是这个扛把子眼下尤其的惨，他的4个小弟虽然因为吞咽9毫米手枪弹极度痛苦，但好在9毫米手枪弹的造型比较圆润，所以咬着牙拼了命也能吞得下去。可威尔·杰克逊就惨了，他吃的是叶晨的亲手拆解版，每一发子弹都由叶晨亲自拆开，亲自将发射药倒进他的嘴里，然后再把拆开的弹头和弹壳塞进他嘴里，逼他尽快吞下。弹壳失去了弹头之后，接缝处十分锋利，时常会卡在威尔·杰克逊的扁桃体上，可叶晨又不给他慢慢顺下去的机会，所以他只能死命地往里吞。刚吞了3、5颗，就开始一边吞一边吐血，喉咙、口腔以及食管均被弹壳划伤。看着他满嘴鲜血还在拼命吞咽的模样，一旁的强仔有些接受不了，一边极力控制住呕吐的冲动，一边将头扭到了一边。叶晨见了，开口问他：强仔，这个威尔·杰克逊你见过几次？强仔连忙回答道：叶先生，我大概见过他3、4次。叶晨点点头，开口道：来，你给我仔细盘一盘，你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在做什么？强仔想了片刻，如实说道：我第一次见他到隔壁王阿姨的牛杂铺收保护费，因为王阿姨不会说英语，又用扫帚赶他就让人打断了王阿姨的双手双腿。威尔·约翰逊连忙辩解道：那个老女人先动手打的我是为了自卫。叶晨抓住他的左手手腕，稍稍用力，整条左手顿时从手腕处起根断裂。威尔·约翰逊疼得哇哇乱叫。叶晨一脸冷漠地说道：你今天杀进门来，我掰断你手也是为了自卫。威尔·约翰逊几乎崩溃，可更让他崩溃的是，叶晨拿起卸掉弹夹的手枪，抓住枪管，将手枪当成锤子猛然砸向他的右脚脚踝。随着一道清脆的碎裂声，威尔·约翰逊疼得几乎昏厥，但叶晨没给他昏厥的机会，他手起枪落，又将他的左脚脚踝砸成血肉模糊。旋即，叶晨没理会疯狂哀嚎的威尔·约翰逊，而是再次问强仔：你接着说。强仔道：第2次见他，是他到我的店里来，他要我给他3000美金，可是我凑不出来，他就带着这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，还说今天就是给我的最后期限。叶晨看着强仔乌黑发紫的面庞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拽着威尔·约翰逊的衣领，在他脸上左右开弓抽了4、5个耳光，抽得他脸上的毛细血管都渗出血滴，这才将奄奄一息的威尔·约翰逊丢到一旁。随后他问强仔：第3次呢？强仔道：第3次是前天夜里，他坐在一辆凯迪拉克里，那辆车停在街边转角，华帮的阿冲刚好从夜总会出来，被他的小弟拖上了车，然后就我听见一声枪响，然后就看见从那辆车的后排车门蹦出一团血雾，然后阿冲的尸体就被人推了下来，凯迪拉克就开走了。
叶晨点点头，又问那个阿冲，平日里在唐人街有没有欺男霸女、欺行霸市？强仔摇头道，华帮在唐人街还是比较够意思的，虽然也从我们这收一定的保护费，但他真的会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，尤其是像我们这些非法移民，总是有人欺负我们，华帮一般都会帮我们出头，而且他们收费也算是比较合理，毕竟在美国做小生意，税可以不交，保护费肯定少不了。相比之下，华帮要厚道得多。好，叶晨又问，你说当时威尔约翰逊就坐在车里，他坐在哪个位置？强仔有些躲闪，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，他坐在副驾后面。叶晨继续问，那阿冲被带上车的位置是不是主驾后面的车门？强仔点点头，是。好，叶晨顿了顿，问他，你看清楚是谁开枪没有？强仔摇头道，看清是谁开枪，但是阿冲死后，副驾后面的窗户放了下来，我看到那个威尔约翰逊在向外吐痰。叶晨看向威尔约翰逊，厉声问道，我问你，华帮的阿冲是不是你杀的？威尔约翰逊连忙摇头道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叶晨看向另外4人，开口道，你们4个谁要是跟我说实话，子弹可以少吃5颗，但是如果你们都没有说实话，或者是拒绝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让你们在吃掉那些子弹的同时，把你们的手枪也都全部拆散了吃下去。4人一下紧张得满头大汗。叶晨说让他们把手枪零件都吃下去，着实把他们吓个够呛，吃10几发子弹还有机会慢慢排泄出来，可吃一把手枪的零件，那还不如直接被手枪打一梭子，那样至少还能有个痛快。于是几人纷纷出来指证，声称就是威尔约翰逊开枪射杀了那个绰号阿冲的华帮成员。威尔约翰逊脸色惨白，还想要为自己辩解，可一想这几个人都出卖了自己，自己现在辩解恐怕更会触碰叶晨的逆鳞。一想到叶晨总是将自己做的恶加背讽还给自己，他心中恐惧至极。自己杀了华帮的阿冲，难道叶晨今日也要杀了自己？就在他惊恐难安之际，叶晨开口问强仔，华帮的老大你认识吗？强仔连忙点头道，认识，他叫倪大伟，以前经常来店里光顾。一旁的钟叔开口道，少爷，倪大伟是早年从内地偷渡到港岛，又从港岛偷渡来美国的，虽然混帮派，但人还不错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问强仔，你能找到他吗？强仔想了想，叶先生，大伟哥好像跑出去避风头了，现在找他怕是不那么容易。钟叔开口道，他肯定没离开唐人街，说不定现在就躲在梦鲁发廊。我了解他的习惯，永远信奉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。强仔惊呼道，不会吧钟叔，整个唐人街都知道梦鲁发廊的老板娘是大伟哥的情人，这种时候他怎么敢藏在那？钟叔道，你别问这么多，直接去梦鲁发廊，告诉那的老板娘，就说我回来了，请她过来见一面。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